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4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周群老师，欢迎周群老师；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于老师；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于老师；情感导师辛唐米娜老师，欢迎米娜老师。看看今天的4位导师如何帮助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了解一下这一对的基本情况。请看。自从我俩在一起，我就开始变得疑神疑鬼，不仅要防备着他游戏里的暧昧网友，还要防着他的前女友随时来找他。和他谈恋爱真的越来越累了，每天都要忍受他的公主脾气，我只要有一点不顺他心意，他就开始作。现在我们出去玩，花的都是我的钱，可是他对我的态度依然很敷衍，我对他真的是越来越失望了。他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提款机，每天都在用钱打发着我。我只想要一段正常的恋爱，再这样下去我真的受不了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胡先生23岁，来自广州文员，有请小胡。林女士22岁，来自广州，模特儿，有请小林，有请。欢迎两位啊！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因为前段时间，我女朋友就感觉好像对我不管不顾，也不太在乎，不太上心的，所以今天想过来解决一下问题。为什么疏远他呀？告诉他，让他死得明白。你自己心里做了什么事，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看看，就前2天，你快递单号那个事儿，我拿你手机记一下单号，打开你手机，我看到什么？你微信聊天界面，你管人家叫宝贝，给人家发么么哒。那我不跟你解释过了吗？那是我一个，就是游戏上的一个游戏网友。那我玩那个游戏，就是结成一个游戏伴侣，就可以有那个角色上的一个属性加成。我只是想让我玩那个游戏玩得更加好一点。那到后来就可能要提醒对方上线玩游戏啥的，才加了一个微信。那加微信之后，那他可能就想跟我的那个关系进一步的发展。小宝贝啥的，那都是他让我叫的，不是说真的对他有感觉什么的，我只是敷衍他的。他让你叫你就叫。那我能不能也找一个男的，天天喊我小宝贝，提醒我早一点睡觉，可以吗？那你平时你异性朋友不也挺多的吗？对，挺好的。而且你还拿你前男友来找你来威胁我呢。那我跟他连联系方式都没有留，只是他刚好要路过我那个工作做活动的地方，他托朋友问我要不要见一面，然后我根本就没有答应，然后就是他自己的那些事儿，我才拿来气他的。你说拿来气他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那1个多月里面，就是可能相处的有一点矛盾，然后他就拿他前女友的照片给我看，他手机里面还存着他的照片。等于刚交往1个月，他就拿他的前女友气你，你就拿你的前男友气他，是这意思吗？就我们是有一个背景的，因为我跟他之前是高中时候认识的，毕业之后在一起过一段时间，然后呢到大学就因为一些原因分开了之后，也有各自的一个伴侣，然后到今年的4月份才重新走到一起。高中的时候，初恋，对，算是。读大学分手，又彼此找了，然后你们俩又在一起了。知道这背景了，接着说啊。就他那天他前男友来找他嘛，他还跟我说是他前男友要找他复合来着，就闹矛盾的时候还跟他威胁我呢。那我也没有去啊，我连他的联系方式都没有，哪像你啊，手机里现在还存着你前女友的照片。那你前女友还说她毕业典礼要你以男友的身份去参加呢，那这事你怎么说？那我不也没答应吗？那她现在有她现男朋友啊，那她咋想我咋知道啊？那我知道你们有联系方式，你们现在还微信聊天，你拿我前男友说我？我跟他微信是因为我当时跟他分开，也不是说闹啥的矛盾的分开的，我跟他还是能聊得来的，还算是一个朋友。我就觉得嘛，多个朋友多条路，我是这样想，所以才没做太绝把他给删了，知道吧？
那所有朋友都是咯，那别的朋友、别的再聊的朋友都是咯。就他还跟别人聊是吗？对，前段时间或者是最近这1-2年跟女生聊的，就那个朋友就只有一个，他就在拿着说事，而且那个女性朋友我是跟他在一起之前就已经是认识了，然后平时也是有聊家常的，也不是聊什么暧昧的。我跟他聊天也只是因为我跟你闹矛盾嘛，想去找个异性朋友看看，就从女生的角度出发，怎样去看待这个问题。我只是想更好的解决一下这些矛盾而已。你跟我的矛盾你不跟我聊，你去跟别的女的聊，你的脑子装的是什么东西啊？那我也想跟你聊啊，那但是你总是找不着人啊，整天去哪儿也不说一声，总是微信也找不到，电话也不接。那只是偶尔。我只是有2次，我们同学就大学同学啊，还有其他朋友约着出去玩桌游，然后出门也比较急，然后那个地方是那种轰趴馆嘛，没有信号，然后手机都放一边了，然后也没有看手机，他就非说我不看手机不接电话。你们俩这么彼此不信任，干嘛要在一起啊？我也不是说对他不信任，我只是比较在乎一个点，是他好像对我就是不理不睬的，有时候不理不睬。那你们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呢？就是后面就是因为我感觉他对我不太信任，然后我们俩也是分开，就工作原因在外面租了房子啊，就我让他在我的出租屋里面装了一个摄像头，然后他就说为了公平起见，他在他屋里也装一个，就担心他，因为他也是在那些城中村那里面住，其实也不太放心他嘛。就是我能看到他在干什么了，但是也改变不了他不让我担心。就那天晚上嘛，我就4、5点就可能就睡不着醒来了，我就想着看一下他睡觉时候的样子，给他截个丑照啥的，就去开个玩笑啥的。但是我一看4、5点人没在床上，我还想着是不是说去厕所了，然后我等了10多分钟，结果还是没回来，我就打电话给他。然后他一开始还给我在那装，就好像刚睡醒一样，就给我装。然后我问他在干嘛，他说在睡觉啊。然后我再三追问，然后把那个监控截图发给他看，他才承认跟朋友在外面喝酒去了。那是我闺蜜失恋了，我后面跟你解释过，她凌晨2点钟给我打的电话。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也看了监控，我看你睡得好好的，难道我要吵醒你，告诉你，哎，我要出去了？那你给我跟他10几年的好朋友。那你当时你说你急，那你就发段微信，就几10秒钟的时间没有吗？真的有那么赶吗？就很赶，我打车我都来不及，我手机那天又没有充电。那什么都是你说的有理吧？我迁就着你就算了，就平时我跟我朋友带着你出去玩，那还要我朋友迁就着你。就那天晚上跟我朋友出去玩也带上他了嘛，玩到凌晨1、2点，然后回到家附近，我朋友就说第2天早上有事得回去睡了，也困了，然后他说他饿，然后就必须得拉着朋友陪他吃宵夜，弄到4、5点。你没有长耳朵吗？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说我饿了吗？他们俩说他们饿了，你没听见吗？那他们是说他们饿了，但是他们也强调了他们第2天早上有事啊。那我是觉得是你的朋友，我要陪好。那到后来再约出来玩的时候，他们也有所顾虑了呀。我自认为我对你的朋友已经很好了，你自己想一下，刚开始在一起那2个月，你花过你自己的钱以后，你现在花的是不是我的钱？生活费，出去玩，我跟你出去，我买个什么东西，你要说我冲动消费。完了我给你买双袜子，10块钱3对，你说不要，10块钱4对，10块钱5对，哎，你最后看了一圈，哎，买了。就我当时经济条件你不知道啊，就刚开始2个月，我还是有工作，我手头上还是有点钱，那我对你不也挺大方的吗？那花完了，又因为你，我当时工作也辞了，后来没钱了，那我生活消费啥的，是不是得省点？是不是得货比三家？那不可能大手大脚的呀。那你那个工作是你自己说你不开心才辞的，那你后面找不到工作，你现在还在怪我咯？那我觉得也应该是怪你啊。那我没了工作之后，你工作也好，你放假也好，你就让我去哪都陪着你，那我哪有时间去找工作面试啊？我是不是拿着刀架在你脖子上，我求你陪我了？那我还最近倒想陪你，那你真的想陪也陪不了。你说你忙，然后我一天问你啥你也不回，你跟我说的只有那几句话，问我饿了没，饿了就点外卖，然后你给我打钱啥的。那我为什么不给别人打钱？我为什么不问别人饿不饿？
那你关心能不能多样化一点，不要那么单一的就问我饿不饿，我也不是说没钱吃不起饭啥的呀。哎呀，我的妈呀，你们俩真是太可爱了。那你也，我想要的是一个有感情慰藉的女朋友，而不是说一个没有感情的提款机，对吧？多少人想要提款机还要不到呢？那郭敬明是不是说过一句话：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盆散沙，都不用走两步，风一吹就散掉了。对，你现在都那么物质，总喜欢拿钱来说事。你以前也不这样啊，你以前都挺关心我的呀，总是问我这问我那的。你现在就只喜欢拿钱来跟我说事。你上大学之后还交了一群那些朋友，还经常性跟他们喝酒啥的，然后喝多之后还喜欢把自己家里有多少钱给炫出来。我就不喜欢那种特浮躁，知道吗？你也知道我喝了酒，你也知道我喝多了。那我喝多了，我说这个电视台都是我的。可以说，喝多了嘛啊。你也知道我喝了酒，我又不是故意的。是。那你就喜欢太可爱了就仗着你爸妈给你那点钱就活得特逍遥，对未来也没有啥规划，对我们两个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安排，对吧？第一，我现在爸妈没有给过我1分钱，你花我的每1分钱都是我自己一手一脚赚回来的。第二，我对我自己的未来有规划，我有想过，我爸妈就我一个女儿，他们对我很好，那我就想我们俩都就是在我这种家庭环境情况下都过得开开心心的。第三，我有在准备考研，我不是毫无规划。那你这些东西有跟我交流过，有说过吗？那你不知道吗？我不说你就不懂吗？不是你不说，确实没人能懂。大体的事儿听明白了。他家里条件非常好吗？他家里有公司，也有。哦，但是你现在自己很独立，对吧？人家靠自己挣钱，这没什么呀，挺好的呀。喜欢他吗？确实喜欢，啊，要不然也不会那么吃醋，是吧？这个，你今天来就是求复合，对吗？还是想把事儿问清楚？想把东西调节好，解决一下问题嘛，因为问题挺多的。有没有想过分手？那肯定没有，想分手就不会来这了。啊，那也不一定啊。这几个人，我跟你说，人家不分都要往死里分的，你知道吧？你这个小心点啊！你喜欢这姑娘什么呀？你看啊，在你的描述里，她强势；对，在你的描述里，她没有温度；在你的描述里，她我行我素，对吧？对。而且在她的描述里，你不仅在游戏里有伴侣，你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一个异性的倾诉对象。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女朋友的情感功能，有2个女人帮你完成了，不是这个。所以那你对她的情感到底是在哪儿呢？我是挺喜欢她的，就因为她为人挺好，挺善良的，然后也挺可爱的，就平时一些生活表现我会看得挺心动的。但是的话，她平时给我的一些感觉就没有谈恋爱那种感觉，这就是我说的呀，这就是我说的呀。所以，因为你所有谈恋爱的都跟其他的女性完成了，你对她的情感到底是在哪儿呢？所以你这个问题你要想，不用回答我。姑娘，这臭小子喜欢他什么呀？他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啊。然后，就刚刚说的买袜子那事儿啊，就是说他不好也是好，因为我花钱大手大脚，然后我家又就我一个，有时候他能管着我。你要找一管家呀？就是喜欢平时相处的那种感觉吧，就是在没有吵架的时候，一切都很美好。啊，懂了，来吧，各位老师。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我特别想说，你们俩刚刚的对话，我听了一会儿，我就得休息，我得把耳朵关闭一下，因为我听到的是你高频次的在质问他，而他是在小声的回答你。我相信在你们的生活状态当中，平时的相处当中，可能这种状况不在少数，一直是你用咄咄逼人的方式在教育他、教训他。他一直在回应，不知所措。可是事实上，你们感情的天平不是这样。你明显的知道他有游戏的伴侣，他甚至在生活中还拥有一个实在的可以倾诉的所谓女性好朋友。他并不像你们俩在互相争执的时候表现出的唯唯诺诺，甚至有一点忍气吞声。
我觉得这个就是事情关键的根本了。当在一段恋爱当中，如果有一方反复让另外一方感受到这种和其他异性之间的暧昧、纠缠、牵扯不清，一而再再而三的，无论是现实还是虚幻世界中出现，我觉得那就不是完全纯粹的爱。他明知道你在意这个事儿，你甚至非常在意这个事儿，为什么还一直有这个事儿呢？所以姑娘，我觉得作为你来说，一切的条件看来都是对你那么有利，偏偏这爱情的天平就不偏向你。你的一切财富包括美貌是父母赋予的，但是未来比如说你要考研，这是你真正的努力，比如说你的爱情是通过你自己去争取、忍让、包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获得幸福的根本吧。而不是说与生俱来的我拥有这一切我就该得到更多的，所以及时的调整自己，这是我的想法。谢谢。谢谢周群老师。来，博宏兄，男生刚才说那个游戏女友她对你有想法，你是心知肚明的，对吧？你讨厌她这样的举动吗？我无感。实话实说。不敢说实话了。因为我对他挺敷衍的。你对他并不反感，甚至心中还有点欣喜，有点自己感觉到，哎，很多女生都喜欢我，有这样的感觉吗？因为事实摆在那里，你是被他意外发现的，他对你爱理不理是客气的，暴跳如雷也是应该的，因为爱情它是自私的，是有排他性的，是有占有欲的。女生这一点没有错。我原来以为你们两个人曾经有过美好的初恋，你们现在是思念初恋的情怀，条件成熟了又走在一起。但我更多看到男生对爱情对情感它存在着率性和随意的。人是情感动物，情感是看不到的，所以有时候一旦情感悄悄地变化在内心的时候，等你发现真正发现的时候就来不及了。谢谢博宏兄啊！来，于老师，小于老师，这个男孩啊，我这么讲，就是他是用一种索爱的方式和要求管理的方式，来去从女方身上得到那种爱，但是同时呢，他发现自己的那个情感的另外一面，还要通过游戏的网友以及话聊的网友来去弥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们真正的爱情不是你们俩之间完全产生的，而且呢，女方呢也看似很强势，在对男方来讲也进行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和强势，包括换工作也要听你的意见，最后换来换去都把工作给换没了就没了吧，最后说来吃外卖我给你打钱，在某种角度来讲的话也是一种纵容。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两个人在心理上都有一些自卑的层面在里面。所谓的自卑层面在里面是说，男方他会做比较什么呢？比较家庭条件物质，所以呢就特别反对也讨厌女方的炫耀和物质的比较。其实你这就是在比较，这比较当中呢也就把自己给比没了，觉得自己就不踏实，所以你也讨厌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同时的话呢，你们在角色竞争或者叫身份竞争层面上，也经常拿别的前女友啊或者别的这个暧昧的女友来和对方去对抗关系，而女方也一样会拿出前男友的这个身份来去和对方对抗。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你们两个身上都有自卑的那一面，然后要靠这个去争取到自己的一份存在感和身份。所以如果你们是在这个层面上去争夺的话，那我倒觉得你们的感情基础并不是很牢固，你们俩已经是在渐行渐远。
所以我不看好你们俩，请你俩好好思考你们的感情在哪里，没有就散。谢谢，谢谢于老师，米娜老师。如果是来调节的话，我觉得你们之间没有不可调节的矛盾。如果你是让我们来问这一段感情该不该走下去的话，我会说这一段感情它早就该死了。在第一次发现男生用微信叫别人小宝贝的时候死一次，女生说我要找前任的时候死一次，男生拿出自己手机里藏的前任的照片的时候死一次，女生吵架的时候说这个男生没有什么本事，花钱都是花自己的，死一次，等等等等。你们早就可以分手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我觉得女孩哈，其实你没有那么物质，我是这么觉得的哈。问你，你花的是自己的钱还是爸妈的钱？自己的钱。自己的钱。对，当你花自己的钱的时候，虽然嘴上在说家里的条件怎么样，但也许你只是想让自己有一些安全感，通过嘴上说一些大话，吹个牛皮，让20出头的女孩觉得我在这一个社会上是有根基的，我不怕，即使我摔了，我家里罩得住呢。那只不过是年轻女孩子的狂妄之词，它并不是代表你一定追求的是物质，因为如果你很追求物质的话，你早就换男朋友了。这样好的条件，还至于跟一个穷小子在这里每天给他打赏盒饭钱吗？所以并不物质的你，在他面前讲自己的家庭条件，讲自己的物质追求的时候，你想给他安全感，你也想让他能够激起一点奋斗的欲望，逼迫他成长，逼迫他现实一点。可是他呢，扶不起来呀，有时间打游戏去了。那么游戏打到生活里，还能交换了微信，还在微信里继续喊宝贝，那这事儿真的不寻常。如果你只是组队战斗的战友，可能你在游戏里头，你哪怕叫人家嗲一点，在游戏里头问一下，哎，睡了没？没睡的话，一起来玩啊！我看你在线呢，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都到微信了，你的时间在干嘛？你很清楚。为什么工资收入没女朋友高？为什么自己觉得自卑？你也很清楚。为什么嫌女朋友物质？你也很清楚。你不是嫌她物质，你是因为自己提供不了这些物质而觉得自己自愧不如，自卑却又不肯努力。我也不懂你在这一段关系里头要什么，是要盒饭钱吗？早就该分手了。你跟女孩子，你们两个人互相给予不了对方需要的东西。女孩，你接下来会不停地喝醉，因为现实让你太痛苦。你的男朋友会刺激的你，让你觉得现实处处不如。为什么长得漂漂亮亮的，一切也还不错，个人工作奋斗也还很努力的女孩子，你会想为什么我的男朋友这样？为什么我的日子看不到头？而男孩，你有这个女孩不停地给你打盒饭钱、快餐钱，你也就成长不了。你在等着这个女孩给你找工作的时候，你自己就会依赖的等待，你不会靠自己去找一份谋生的本领，你也不会去逼自己成熟成长。所以分手吧，假如你们想成长的话。谢谢米娜老师啊。问男生一个问题，你的生活里除了这段爱还有什么呀？本来还是有些兴趣爱好的，踢球、玩音乐，但最近因为都陪着他，最近这1年多都没碰过了。啥都没了吗？女生，你除了这段爱情，你还有什么呀？工作。还有呢？家人。还有呢？朋友。理想。所以这段爱情对他来说，真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对于你来说，看起来很强势，但是这段爱情占有了你生活的全部，不一样了。所以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想清楚、想明白，为什么这个男生会一方面表现得紧张、监视、无助，另一方面又在外面可以这样、琢磨琢磨啊！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吧，我也不是说对你特别不满意，我知道我自己身上那些不好的地方，我也可以跟之前那些跟我有瓜葛的女性全部撇清关系，也跟你保证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但我也希望你以后能多点给我关心，给我关怀，也希望你就对未来的规划里面是有我，
而不是说单纯的就只有对自己规划。你觉不觉得你跟我说的这个话像是要在跟你跟他们断绝联系，然后来换我的一个规划？我觉得我们俩都好好考虑一下吧。谢谢两位年轻人的分享啊！谢谢你们，请回，请回，请回。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来，来吧，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两个年轻人的浪漫时刻吧，请见证。谢谢两位年轻的朋友能来，谢谢你们，请回。好，谢谢，请回，请回。好，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女方提出跟我合租，说为了省房租钱，我是不同意的，因为这对女孩清白和声誉都不好。我一个男生当然没什么，可她是女生就不一样了。当然，距离产生美，在一起免不了会有一些摩擦和碰撞的矛盾，都有个人的空间也挺好，减少了不必要的摩擦和误会。我想问一下老师，我应该如何劝说女友呢？首先呢，我想肯定一下你的想法啊，就是如果你们没有打算结婚，或者你们没有结婚的这个准备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同居在一起，因为千万不要把恋爱提前谈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所以呢，你的这个想法只要实话实说，跟女友好好的沟通就可以了。当然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传递生活正能量，天津卫视。